朋友们大家好，我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呢是南加州的 Denham Point 的港口，这里停泊了非常多的这个私人游艇。顺便呢聊一下咱们今天的话题。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呢和国内的朋友聊天时，我想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回国发展呢还是继续留下呢？将来呢是叶落归根呢还是怎么样呢？每当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想每个人的答案都会不一样的。个人有个人的情况，不同的年龄和生活在不同领域的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，不一样的答案。首先呢，就拿幸福指数来说，就比如说很多人经常问我，美国的消费高吗？对高收入的人来说，如何消费就不用说了。我要说的当然是普通人的收入。对于普通人的日常消费怎么样呢？如果仅从物质角度来说，在美国生活确实有一定的优势。美国的物价相对收入就比较便宜。我现在呢，简单的举一个例子，大家自己去对比。比如说，在美国，普通人的收入是$3000，那么加一箱油$50左右，一个上班族一个月加油$200左右也就够了，买菜做饭$500也足够，而且吃的也不差。虽然目前疫情带来了通货膨胀，很多物价在上涨，但是呢，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并没觉得好像会压得喘不过气。水电煤气对一个普通的住宅来说，如果不是开暖气或者是开冷气，那一个月$100也差不多就够了。当然了，这个是要看具体自己怎么用了。其他消费各有各的消费方式，就不多说了。如果从精神层面来说，由于文化和语言方面的问题，许多的亚裔，特别是移民过来的第一代，并非是土生土长的亚裔。在美国，因为语言不同，就很难融入当地的文化和圈子。当然，也会有一些人因为相对觉得这种生活无趣，没有什么娱乐，也会放弃绿卡，毅然回国。也有很多人愿意选择相对安逸的美式生活和模式，而不愿意回国面对国内各方面的压力。总的来说，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最重要。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对幸福的定义。每个人对人生观、世界观、价值观的理解都不一样。在美国生活，对于喜欢安静和注重生活品质的人而言，选择在美国也许更适合自己。否则呢，在美国生活对比在国内的生活而言，就是好山好水，好寂寞。虽然国内人多、车多、抱怨多，但机会多，活力多，创造机遇的概率也高。我们现在就聊一下来美国留学的留学生，毕业后要不要留在美国？每个留学生的回答也会不同。留在美国又能带来什么呢？如果留在美国，人脉资源和处事经验会比在国内有优势吗？目前的学历通过几年的努力，能让自己在美国有立足之地吗？有风险吗？这都是每个留学生自己要考虑的问题。很多的学生家长也会问，孩子毕业之后能否在美国找到工作？留学生想留下来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，每个人的机遇不同。毕业后如果想继续留美，就需要申请 OPT 就是实习。OPT 加上 F1 签证可以允许学生在美国留下来工作1年。申请 OPT 期间就可以找工作了。找到雇主以后，为了继续在美国留学和实践，就要申请 H1B。一种呢，就是工作的公司为自己赞助，每年1月递交抽签。既然是抽签，肯定就是要有几率的。据说有30%到40%的人可以抽到签。另一种是免抽签的 H1B，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办理。这种呢是需要和大学或者是科研慈善机构有联系的。
无论是留下还是回国，都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路走最好，没有对与错之分。很多人说在美国的华人过着什么二等公民的生活，其实呢，在美国都是各过各的生活，各有各的圈子，白人和白人，黑人和黑人，华人和华人在一起，各有各的生活方式，各有各自的文化，整天想着融入别人的圈子，那就是脑子进水了。美国是个移民的国家，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人，文化也不同。华人的圈子本身就是这个社会组成的一部分。在美国生活，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，能够工作，能够生活，能够交流就更好。如果不会英语，生活在华人区，去华人超市买东西，里面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华人，去银行、邮局等等部门都是有华人的，真正需要英语的时候也会有华人来翻译的。就算是打电话到什么地方去咨询，大部分的地方也都会有华人翻译。在华人开的一些服务行业，不会英语也照样可以工作。至于说到被人歧视，这个世界人性是相通的，在社会上只要有学识、有能力、有得体的教养，都会受到非我种族的人接受的。当然，歧视的现象也是会有的。我们相信这个社会大部分人都是好人。回国还是留在美国，关键是看自己需要哪种生活方式，自己更习惯哪种生活方式。来美国的留学生拿到博士学位更好，拿了博士想要去哪里都有敲门砖。普通的人，不是到这边来留学的人，来美国打工的人，通过自己辛勤的努力，也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。天上不会掉馅饼，美国也不是遍地都是黄金。不论是什么原因来到美国工作的，都是要靠自己的努力。每个地方有好就有不好，人的成就主要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机遇。人活一辈子，能做一份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，有个幸福美满的家，不管在哪里就是幸福。回国还是留美，最重要的是认清自己的实力和追求。在美国有在美国的优点和缺点，在国内也是一样，就看你自己想要哪种生活了。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想法呢？也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也感谢大家的点赞、关注我，带您了解海外华人的真实生活。谢谢大家，咱们下期再见。